Hello， 大家好，我是伊丽丝，人称伊丽丝。然后今天呢，吃瓜的一天，宠物知识含量为零，纯粹想要懂一些宠物知识的可以离开了。这样子，这个影片基本上跟宠物没什么关系。想要知道宠物的去 Exist 圈呢？呀，然后现在留下来的应该是自己人了吧？这是我自己在经营的一个个人频道啦。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 Exist 它主要的内容都是宠物为主嘛。可是有时候我也是会想要放一些宠物以外的事情，可能会有跟一些 Pet Cafe 啊，可能会有探店啊之类的东西，都会在这个频道出现啊，所以大家后续可以期待一下下。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主题，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哦。突然间乱入。OK， 这个 channel 我不一定会定期更新哦。所以这是一个我没有想过它来，就是纯粹是一个讲到这样子，就是拍自己想要拍的东西啦，就不会有太多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主题。然后因为现在其实拍摄这支影片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吧，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用拟成哦，然后还有要打马赛克，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加一个大大的本故事纯属虚构，所以有雷同实时巧合，大家当成是一个鬼故事来听就好。鬼故事，对，懂的人就懂了 ，OK， 很恐怖诶。这个故事尽量以简化以及时间线的方式呢，让大家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只是大家要了解的前因呢，第一，小米呢和伊丽丝呢各自投入了一样的本钱，这里大概虚构一下吧，各自1000。然后中途呢，小米要加多1000啊，表示伊丽丝还是学生嘛，股份呢依旧是55分哦。到处分钱的时候，伊丽丝贴回1000进去就 OK 了。PS， 这个时候是没有 agreement， 没有 contract， 没有任何的 black and white。然后那时候天真的伊丽丝呢，就好的，就相信了小米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因为你们是朋友，所以你们才有合约精神是很重要的。有什么东西记得一定要签 contract， 一定要有 agreement， 一个简单的都好，一个不打出来的都好，就是要有这个合约精神在，才可以保障到你们双方。我当初就是没有，这是我 Based on trust。当初我真的就是相信他，因为当初我们就是带着一股热血，然后去哇，我们要救很多的浪，我们要去然后揭开这个动感黑幕。真的，那时候我们内心中真的是这样子想的，我完全没有想过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第二个前因就是约定好投入的钱呢先不拿，这次本钱也不多嘛，等 capital 多一点先，为了确保顾客的货源够，先不拿钱出来，等多几个月大家再分钱，确保我们会做得更大，也会比较快。因为如果你一 invest 你就拿钱出，一 invest 你就拿钱出的话，你本身的 capital 会很小，它累积的不多，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进货也进不多，你自然而然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跟你去操作很多的东西。一开始关注过我们的产品到现在肯定都懂，我们曾经有出现过很缺货1个月的状态，整整1-2个月没有货买，因为那时候我们本钱不多 ，make sure 顾客有足够的货源先，我们稳定了我们才开始分钱，本来是这样子的。你卖了一批，然后你拿钱，卖了一批你拿钱，你永远就只有那一批可以卖。对啊。第三，双方决定 invest 一个 10K 的 investment， 然后是分2批给的。当时候他们的本钱已经各自滚到了，小米呢是3000，伊丽丝呢是2000。这里的数字只是一个虚构哈。钱赚来说的话呢，大家加起来的3000跟2000，其实我们都看到嘛，就只是足够第一期的 investment， 而第二期的5000是还没有 clear， 所以公司是属于还负债的情况。然后那时候他们其实是属于 all in 的状态，在给完那个 invest 第一批的那个 all in 5000过后第2天的时候，小米马上表示要撤资，公司呢则由剩下的股东继续经营啦，然后呢把他那一份给他就好。正式的进入时间线，在第1天的时候呢，大家约出来谈嘛，然后当天呢，小米就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带了一位朋友出来，这里称她为闺蜜女啦。然后前1天的时候呢，还故意支开了小米和伊丽丝之间的共同好友小明，让小明当天不要出现在现场，这样子呢，小米就可以带着现男友以及闺蜜女呢3打2，男女混打，打谁砸谁嗨。不过幸好啊，小明这种男人还是有来。在问了管理负责人之后呢，其实你中途投资到一半哦，然后你讲你不要继续了，你就走了，对不对？可是你还是要拿回钱哦，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对于进行到一半尾款都还没有付完的公司。大家想一想哦，你和朋友开了一家奶茶店，给了租金，马超 supplier 那边买了一批货回来，然后这次开张，本钱呢没有回本，还在欠款的时候啊，你的伙伴要走留下你一个人面对债务，然后还要你还给他的本钱，还要跟你分这段时间那一点点的 profit， 有谁会那样子走吗？有的请告诉我，我跟你合作 OK。 然后很多人觉得哎呦仁至义尽嘛，朋友一场，就最多去给回他当初赚的本钱2000就好啦。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吧，说到朋友嘛，对不对？那么我就连本带利给回你3000。小米得知3000不够怎么可能够？他也是要分已经投进5000里面的 profit， 一般的 profit， 也就是人家是10,000成本的 profit 吧，他是要一般5000除以他的 profit， 而且他表示呢自己本钱当初多了1000块啦，要拿回60%
生大奋斗，完全不理会当初的承诺。So 这个故事呢是教会大家，如果你们有任何 partner 要加本还是什么的话，either 你跟他可以 balance，either 就是你拒绝。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black and white agreement 真的很重要。然后那时候我看在朋友一场啦，然后他看起来真的很缺钱耶，我就根据他的本钱2000嘛，然后我自己私底下再给到他一个 doc， 就是都得接近4900。然后你正式引进呢，其实是10月啦，前期投入的不少钱吧，做绝育等等的事情。然后半年呢，从2000去到4900，而且是在公司还没有完全还完钱的状态，应该还行吧。提到4900的时候呢，小米这表示要考虑啦，然后我表示公司还有一个5000呀，我有没有要给嘛？可不可以分期还你的4900？对方表示不可以，一定要一次过。然后晚上的时候 second round 谈的时候呢，伊利斯就表示好吧，那我就自己先给你那个4900，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钱的话。这时候小米就觉得，我觉得4900太少，我觉得要6000。他们从11月开始给了2000。到了3月变6000，很开心没？So 开心。然后分期可以吗？不可以，也是要一次过。然后其实那一瞬间呢，我是很伤心的，因为他根本就不 care exist， 他也完全没有在乎过我们朋友。那时候他明知道我们其实还没有还完那边的钱，还有下一笔的那一个钱也没有还，然后我们还要自己私底下还要用红包出来把他的那一份给他。我们都在想着他可能就是很需要钱这样子，然后他在这个时候选择撤资，还要我们把他连本带利给回他。我当时其实还是蛮震撼的。没有想到大家就合作了一段时间，你可以这样子对我们，甚至连分期都不愿意。然后在他开价6000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他，因为我有，所以就 OK 啦，这样我就以私人名义先给你，如果你真的是很需要钱的话。然后这时候呢，他突然间跟我说，不如这样，我倒回来给你8000，然后你把公司全部东西给完我，全部公司的货 asset 全部给完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either 你给我8000块的钱，不然就是你给我8000块的货。然后当初其实管理的负责人他们是因为相信我才会把管理权交给我，我再选择放在 Axis 平台上面去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所以就是说我是绝对不能够让这批货流到去他的手上，因为我懂啊，就是你会不择手段把它们卖掉，甚至可能不惜丢价，因为这时候你要的就是钱。可是对于我们后续要去经营的话，他等于是把这个市场搞垮。虽然说当初他投入的本钱是比我多啦，可是其实当初我不是说我不愿意投入一样多的钱，而是因为我为了让他赚更多。因为管理当初其实私底下接洽的是我，而不是 Axis。而管理那边跟我也是有另外一份 contract， 也就是说当我离开 Axis 的时候， Axis 就不再拥有管理的代理权，所以我完全不介意让你赚多一点这些货的 profit。可是后面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是我太天真了。我以为他是要钱，最后发现他是要增加公司，要踢掉我们走。从他开价要8000，到他故意支开小明不要让他来，到他带闺蜜女现男友来跟我们谈。而且当天的时候呢，闺蜜女还告诉了小米，就是她 self test 的时候已经确诊了2条线。然后在这样多事情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当天就病倒了。然后小姨呢，其实是和我住一起的，然后我们同时也是在家自行隔离啦，因为当天有发烧以及吃不下东西，然后我们就有去验 self test 啊，连续验几天比较好，因为可能会有潜伏期，所以我们本来是约了后天，也就是第3天一起讨论的。结果在第2天晚上的11点50分的时候，我们收到了3封信息。第一封呢是表示我们的 account 的电话号码被换了， email 被换了，以及我们的 password 也被换了。然后我们就立刻打电话去给 customer service， 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收到任何的 verification。这个电话是在我手上，可是我表示没有，我没有收到任何的 verification， 因为注册电话卡在我这里，然后也没有收到 tag number 或者 verification link。加上那时候我们有几千块在 Shopee Wallet 里面，就客服为了保护我们，就马上将这个账号冻结，避免有人转走里面的钱。当时候其实我们是看到换去了什么号码，然后我们就发现到是换去了小米的电话号码，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是很震惊的。到了第3天，本来是约定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说要不要约第4天，因为我还没有完全 recover， 我还是属于很不舒服的状态，然后我很怕我中了新冠，然后我也是有跟他讲，其实你也应该要隔离，因为你也是 close contact， 因为那个朋友是他带来的嘛，就偶尔就一直让我在电话里面给他一个答案，他给了我3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我给他8000，他给回我全部东西；第二个就是他给我8000，然后我把全部东西给回他 including 我手上的货；第3个 option 就是把公司关掉，货一人一半。可是他其实是不清楚我跟
管理私底下是有一个 contract 的，也就是讲那个货其实是批给我在一个人名义批给 Axis， 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他的。这一个是管理给我的一个底牌，就他们都很懂 partnership 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有风险的，所以他当时才会在一个人名义去再给了我一份 contract， 也是保障我自己这样子。那时候管理，结果他并没有理会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有重型关键事情，直接和前男友。对，没有错，前男友。这时候可以就直接上来我家，然后并表示要拿回属于他们的货。我爸妈那时候很担心我真的中了 COVID， 发烧全部都来齐了，然后他们直接带了一些空袋子来我家要抢货。然后我父母是表示我不舒服，希望可以等多2天，等我好一点再談。喂，冇入嚟先喎，仲開，我哋都開搞搞。收鬼車那份在談着，你懂嗎？現在還在談着，跟誰談？你們沒有在跟我談，你跟朋友來這裡已經夠了。他跟你談，所以就是因為他，所以你說他在一起的時候，因為你少錢嘛，因為你少錢嘛，我公司嘅錢揾錢嘅，唔係咁你話我3個月。你講我俾你8千，你俾我8千，你公司又俾我8千，你買公司我俾翻你8千。你有份就買翻公司。好似今日你咁樣上咗你攞牌子喺度賭錢，因為你冇聽唔見，啲搬幾多貨啫？聽唔見佢就攞曬啲電貨咯，冇跑。而家嗰啲貨都未知幾多，你自己把這個錢放進去啊。但是我沒有。是老闆還是你是老闆？他幫他的錢，他就不能拿錢出來了。因為東西在裡面的。沒有，他是老闆還是老闆？你跟你老闆講他的錢分下不能講話。我沒有拿過你的東西，我不是他的員工。不是員工，我在跟你講，老闆要拿錢，中央會給 account，你明白那道理嗎？佢有咁樣嘅情況又唔舒服，咁所以我就隔離緊，隔離緊咁樣唔得。如果拎翻好，你又等佢病好咗，就俾你啦。係收住佢哋兩個人嘅貨。啊！佢而家係唔過年嘅咩？因為盡快俾答案。嗰啲貨，因為你哋係可以花。嗰啲貨唔係收幾時個貨？係貨你個溝嘅嘛？點樣溝嘅？以前 hack 這個溝嘅。誒，咁唔係喎，你唔好教佢講喎，佢 hack 同埋人溝。嗰個嘢係佢自己嘅。可是他不是那個合規定，他是 hack 進去。你這個是在當年，誰有道理？你想清楚的。你才要想清楚，他 hack 進也是給公司的 account，你覺得誰對誰錯？兩個人的東西，換他的 password，他這樣看。對呀，他是 hack 啊，他不是用合規小到進去啊。是小不到不差，應該是這樣。東西現在是在你的這邊，貨在這邊。我而家同你講，就係嗰個佢講嘅8,000咯。你攞公司你再幫8,000買咗。那個8,000塊講來給你。現在8,000塊我給你了，可以嗎？小妹妹，你會做生意個？細聲啲。然之後仲喺後邊講嘢講緊唔值4,000，佢係咪呢個朋友講緊唔值4,000哦？你老闆講一句話，應該他不舒服。你要做一些事情讓他好不舒服。就好像我跟你講，你在人家面前跟人講他4,000塊的不值的時候。等他好一點了，我就跟他談好了。去講道理啊，全部都在對呀，是你講拜師談。我告訴你，講道理全部都在那邊。如果他叫他的家人來跟你算不同樣的價錢，我現在已經算法只有一個，不是講他這樣子算，他這樣子算就等誰的？沒有，你們也是算了很多次算法出來的。現在已經好來好去了。因為是你那個這樣奇葩的算法，你那個什麼64這樣子，你每一個 reinvest 進去的錢，你還要再拿回出來，這是什麼道理？他不是大公司，他就很小的生意。兩個人才生意大生意跟生意大生意跟小生意都不是生意，那有什麼差別？你們用這大生意的，你們用這大公司的算法來做生意，這兩個有什麼差別？不都是公司？他都不會算。陣間先，你俾佢兩個講咗先，你冇插，你聽個原因先。已經講了，拜師在講的，他在邊那邊。我都要係我拎翻條數上嚟咯。你在那邊，我同你講咗。英董，你現在有一個 COVID 的人在這邊嗎？進來我可以報警的嘛？不要弄那種東西。現在還有進來，你要不要報警？你現在沒有，其實我們在解決問題。Don't ever challenge me。講了拜師，你們真會跟我講解決。小妹妹，你請報警。請報警。你小妹妹，你做的東西，你要選擇用腦想過才講話。你常用腦講啊，當初是你把他趕出來的貨才會在我們這邊。你是最會講話那個兩個。我趕他出來，因為我一個月我每個月下來2000塊。不管你事啊。你關他那個什麼事他做的哦？錢，他做的生意是我給他錢做的。
你是弄到排骨在哭啊？不是讲你在哭，我真的回到来也是在那里哭。可是他们无视我父母的话，可是其实根据司法程序来说，在我还是 owner 的时候，这批货我也是合理拥有的，即使要拆分也好，也不能上来硬抢。更何况我们前天才跟 patient 有 close contact， 更加不应该爬爬走在我家门口硬赖着不走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有问为什么你去 hack 那个 Shopee account， 他们就对 hack Shopee account 这件事情是觉得毫无问题，因为他们表示自己是 owner。当然啦，在当时候呢，在我病人要生不死的时候，我们的小姨呢，她也是很努力的在保护我，对抗着外面的两位大家自行脑补形容词吧。然后到了第4天的时候呢，就连续 self test 了几天，然后烧也退了，就赶紧呢和小姨去报警。所以我报警呢就陈述了3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有人 hack 了我们的 Shopee account without our acknowledge， 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二点呢就是他堵在了我家门口，企图要抢货。第3个点呢就是在 discussion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价了一个8000，然后他是直接选择 hack 了那个 account， 让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甚至搞到我们 business 没有办法经营下去。然后呢，在当晚的时候，我本来是约他第2天的6点再谈，然后对方是表示呢不用浪费时间，然后表示要让警察干涉这样，然后我就发了我们已经报案的照片回去。果不其然，第2天也就是出现在我家门口，准时6点。然后他前面明明就还说不用浪费时间，不用谈。然后大家来猜猜看，这次到底是前男友还是现男友呢？噔噔噔噔噔，没错，是前男友。OK， 当天其实伊丽丝的病烧也退了，所以就是正面1打2，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場嘅氣氛啊。我哋講翻插嘴落去，大家都冇見過嘅。其實佢有一年就講三個選擇咯，做咩唔係嗰3個選擇？你手给我的那个3个 offer，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碗里有一份 contract， 他的说能够 offer 我的 contract， 即使 company 你拿了，你给了我8000块，你也是没有办法卖完的。其实你拿到的货是我批给你的。But first point is， 现在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1万块是一个投资，它就是一个 investment。我只知道现在我们是没有 black and white 的，公司没有任何完你的名字。对，公司没有任何完你的名字，也就是讲这一批货也还没有完成，这一批货还没有还完，然后你们只给了3000块，你们只给了3000块，对不对？然后这个3000块是没有给完的，然后你们选择要撤资。你的账目只有500塊過嚟啊嘛？我的账目是有1000块的，我们可以跟你干 statement limit， 我会准备好，如果需要的话。因为其实所有东西都已经 on progress， 不论是你要讲的那个，无论你要讲的是 profit 还是你先告诉你先告诉我你要怎样问，如果不能我就全部走完出来。Sorry， 可以，现在其实有2个选择啦。我给1万块 exit，but 我并没有收回我的100,000 ，OK， 而且在中途有人讲要撤资。也就是讲，我们对这个 invest 没有想要继续下去的意思。你现在要撤资，你还要你的另外一个 partner 给回你那个钱。你刚才讲3000块，我说了3000块还没还吗？你的意思？因为你的3000块 actually suppose 来讲是占了1万块里面的多少%，而你只给了3000块，过后你要拿回来，这样你觉得你怎么可能分得过去的 profit 呢？其实你讲简单，其实你讲你的话，我根本不想跟一个20多岁的在跟我谈生意。你讲你现在要2个了。Oops， sorry， 是我讲的太年轻，怪我咯。我要给你一个45岁的，你就跟我谈生意现在。这个 point is 呢？告诉我看不起你，从头到尾看不起你，你做过什么？我把你谈回来呀。而家其實生意管理，我去中國不能進。係去點樣？你可以考慮去中國進，只是它就是沒有去。因為現在你們是欠着完你錢。即係馬上還他又怎樣啊？問題就是我不要批評你的鳥啊，因為我可以 represent 完你們，不要選擇把我去給 Actis 合作。本來那個東西我還是要繼續給的。簡單不了，現在這公司你要等下才做。問題就是現在他欠着完你錢。然後完已經決定把擁有現在我那個賬是你弄的，沒有，現在我決定越過你，我決定越過你去找你公司的。你可以嘗試去找人的。從你來講的話，如果你是中資設計的話，我們是不需要分配你任何一分錢。所以我跟你講，現在你要做什麼決定，你講不懂，我就去上他不了。可以，現在其實有2方決定的啦。一方就是呢，你確實是不敢靠這一點，我就可以這個 customer service 這就是我的。哦，因為因為它原本屬於在講嘛。現在你 access 了過後，我跟1號當晚是 access 不到的，也就是講你3年來裡面的資料我們 access 不到，因為是你先開始呀，你有2個選擇啦。我要警方處理 ，OK？ 好的，就這樣子啦，拜拜。就到今天為止呢，剛剛拿回 Shopee account，過一段時間呢，就會有人打電話去 customer service 說，哦，
我的 account 被 hack 了，这样来回大概接近了4次吧。其实我们都很闲了，我们就保他肯定会回来抢，所以在他来抢之前，我们就已经换了一个狗的 ID， 然后果不其然，他真的来了。OK， 换不回去吧，哈哈哈。如果刚好这段时间你就有碗里假货出现在市面上的事情发生，有详细的影片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影片来看看呢。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开多一个新的 Shopee account， 跟开多一个 Lazada account， 应该就比较完整的吧，for 顾客来讲。然后目前故事就到这里了。然后其实他 hack 我们的 Shopee account， 我们是有几个猜想啦。他可能觉得 Shopee account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想要拿回来。所以就这时候出现了几个可能性。第一，他拿了 account， 如果有顾客下单的话，我会为了保护 Exist， 我一定会把货给他，让他去出货。所以就直接他就拿到了整批货，也拿到了个 company。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不给8000的话，我就拿不回我的 Shopee account。老实讲啦，就算我给了8000，我也不会拿得回来。第三，他还要弄到我们没有办法正常营业，这样子我们月尾就还不到剩下的5000，就被迫要把 X 还给他，他就可以把整间公司接手。他只需要弄到我们没有钱可以还，让他去还，那么这批货就是他的。然后中间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感受。然后我们之前的 Shopee account 也拿不回来了，因为客服说当初注册的 company number 是他的名字，地址 email 是我们的 ，SSM 我的名字，我们也拿不回来。就是那个电话号码也是我选的，是我 contact dealer， 付款全部是我做完的。在我还在很忙 EBA editing 的时候，我就让他注册而已，就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一个把我注册这一件事情，就让整间 Shopee 就给他拿掉了。根据 Shopee 那边的官方是说，因为这个注册号码是他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account 给回他。即使一开始是他 hack 的呀，他们也懂这个是 internet conflict，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东西。Even though it's illegal，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而且每一次 Shopee 有一个很大 bug， 不懂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因为他的 case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 investigator， 有很多个不同的 customer service， 然后也有很多个不同的 fraud team， 里面有很多的人，所以不同的人接手的时候，他们又不一定会去了解前面的前因后果所以当他们要去判断 account 给回谁的时候，他们就直接选了一个 register phone number 的 owner， 就是用这个方式。即使 SSM 有我的名字，即使 account 是我们在管理，我们也拿不回那个 Shopee account。没有想到一个这样小的事情即使电话卡现在在我这边我也是拿不回来。所以就这个故事也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这是一个教训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即使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只要是关于到名字 ownership 这种东西，好像比如说牵涉到 Shopee 这种东西，它也是属于一个商业性质的东西嘛，里面的电话号码，里面的所有的资料应该都是要2个人共同拥有的，或者是所有的 partnership 需要共同拥有的，这样子是最安全也是最保障你们的。竟然就拿回来了，也是被他弄来弄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随他去吧，就重新来过就好了。所以呢，这一次就开了一个新的 account 呢，然后这一次呢，在这里想要总结一下，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小小经验。第一个点，partnership 的人选。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你一起共患难，可是不能够共富贵。可能一开始很贫困、没有钱、很穷的时候，可以一起共贫困。在我们慢慢变好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其实另一场考验才是真正的开始。在你们真正去跟你们partner开始之前，不妨探探对方身边朋友的口风，关于要和他合作这件事情。就since对方的朋友如果认识他比你认识他更久的话，你可以知道一下对方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人品等等的评价。因为有时候做生意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要看能力，还是有的没的，是要看人品，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搞不好有时候他身边的朋友的一些 comment 可以救你一命。虽然当下你可能还是会选择跟对方继续合作啦，可是警惕作用还是有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商业的，就算只是随便注册一个商业的电话号码都好，都一定要2个人的名字，这样子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有 SSM 的话，是保障是不够的。第3点，狗是狗，人不一定是人。OK， 好，谢谢大家看到这里啦。然后希望这次我的经验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心得，也更加小心。之前真的是很生气很心痛，可是从对话录音当中，你们也可以听到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委屈者，他觉得自己也受了委屈这样子。But no matter what， 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面，双方都是不同的立场吧，很难去讲对错。而且尤其是这种事情，对或错一点都不重要，因为2边都输了，其实，所以根本就没有赢家。然后就希望这次的小经验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警惕啦。然后我们继续努力的。然后我是 Elise， 下个影片见，拜拜。